龙首阶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五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，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，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小姐，任务失败了。有负小姐。陈长老呢？我们遇上温家温壶酒，陈长老他……知道了，星儿，走吧。我还真以为这是座死城呢。怎么可能？顾家附近只是被燕家控制了而已。顾家事了的消息一出，大家自然就放心的出来溜达喽。舅舅，这次小白也跟我一起过来了，他刚刚出了很大的力，都受伤了，我让他先回酒肆休息了。放心吧，晚年自然会有人把他带回温家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真羡慕比利八公子之间的情谊啊！你没有过这样的兄弟吗？有过。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但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嗯。我们自小在天启城一起长大。他是将军府独子，我乃侯府独孙。虽然差了一辈，可是年纪相仿。我们是很好很好的兄弟。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。舅舅，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你可是想问我，当初为何没有带走那百里东军？小姐明慧。当年北阙、西楚、南绝三国围攻北离，南绝退败，西楚和我们北阙亡国。父皇带我们退守天外天后，闭了死关修炼训练功，以寻复国之计。而只有带回那天生五脉，助父皇修炼大成，我们北阙才有复国的希望。你今日应该也看到了，百里东军虽是天生五脉，
但却并没有武学根基。所以，不错，虚念公太过强横，他这等半点内力都没有之人，恐怕难以承受这般强横的功法。若他折损，我们北阙将失去这唯一的天生五脉。舅舅，你馋酒了？可是这么多坛酒，咱们怎么着也喝不完啊！你呀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。这酒不是用来喝的，那是用来救他的。你呢，救了我小外甥的命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救你的命。真的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找过很多人，也去过很多地方寻求救命之法，但是，那一世的办法呢，我是没有，但是一时的办法我还是有的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我很好奇啊。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倒下？啊，快了。哎，宋长风。哦，宋长风，这么快？说倒就倒。舅舅，你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呀？花衣嘎、血蜘蛛、三尾蝎、蜈蚣。等等，你怎么还随身装了这么多恶心的东西啊？你才恶心呢！你娘从前也有。哎呀，赶紧出去吧，在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放心吧，2天之后呢，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司空长风。哎呀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小兄弟，怎么一个人在屋子外面喝酒啊？我朋友在里面疗伤，不方便打扰。哦，你是那个鬼？鬼？我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他。他在我们那儿是头号美男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如我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上次多谢你放了我们。无妨。那行吧，小兄弟，咱们日后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真是奇怪的2个人呢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你一面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。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
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风韵的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游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就连狗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佩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哎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剑酒，
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，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哎，少喝点，会醉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。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白里东轩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。
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。那你别拿我爹压我。反了你呀！我跟你。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？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。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嘿，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林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
西楚剑歌问道于天，这更像吹的了。明剑山中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卓青啊。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当年孤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洛尘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，可那如仙身具耀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。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。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背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觐见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吧。是，陛下。小姐，算算日子，白发紫衣大人应该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
二小姐若是看到了他们，却没有看到小姐，指定要发脾气了。我让白发他们先走，是想看看北阙曾经的山河。星儿知道了缘由，她应该就不会生气了。小姐，那儿有一户人家。进来。禀无相尊师，西楚剑歌问世，天生五脉也找到了。剑仙当年已死，尸体挂于城墙，我亲眼所见。那能将西楚剑歌传世的，只剩下了儒仙。儒仙，要人之术，我们复国指日可待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，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们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不论它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它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移民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没有纷争的安稳吧。